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7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月16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5.10，收盘价是219.9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3.49，最低价是在212.18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，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151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3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。即将要上穿慢线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上反转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月1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当日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下方在212遇到了支撑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一路向上。一度呢是站上了250日均线值，但是呢收盘价是又回到了250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那在当日股价相对高的位置，那同时我们说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，也就是股价在盘内出现了反弹，生成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么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它的最高也就是223.5和它的最低212，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向的重要标志。那也就是说，日后只有出现一根补量的反弹，也就是站上223.5这个位置，那股价才有可能继续有反弹的走势，否则呢，股价会继续下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218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是收盘价会在223附近。那实际在1月16日收盘价是在219.91。出现了横盘向上，那这个横盘向上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，也就是收盘价在218，在点位是不仅在点位上接近，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，也就是当日出现新低之后出现一个反弹。对，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，日后股价只有站上它的这根 K 线最高，才有继续上行的可能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1月17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呢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我们会把它设在225这个位置。225我们说1月16日生成的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在之前，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因为收盘价不低于前低，也就确认了这根止跌的信号，而不是确认了止跌。那么这根止跌的信号 K 线的最高，也是日后股价的一个走向的一个标志。
那我们会看到出现止跌信号之后，又出现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继续上行，一定是要站上225才能够被止跌。对，同时在这个位置我们也会看到，也就是如果在1月17日来说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25呢，也就是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，所以才能够确认止跌。所以我们依然把225设为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而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的最高啊223，它是一个重要的股价反弹的一个标志。那同时它也是股价到达225之前的一个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站上它才能够止跌。好，那第二个目标就是241，那这相对于目前的股价是前一个高点。那目前这个股价的空头趋势有2个高点，一个是12月28日的这根 K 线最高是265，第二个高点是241，这是头高，下方有底低，那这是它的一个空头趋势。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41，将会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，那么股价也会继续上行。那第三个目标就是265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那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啊，我们会看到在到达241之前，各条均线值将会成为压力。那如果能够瓦解这个空头趋势，站上241，我们说在到达265之前，这条下行趋势线将会成为重要的一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股价日后上行的一个说明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我们依然把它设在206，它仅仅是一个支撑位。那股价我们会看到这一波空头趋势下行，它真正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94，也就是瓦解自2023年10月31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或者叫做瓦解这一波上涨。好，那么这个194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当然，我们说在206到194之间啊，有一个200整数关口，它依然会成为一个支撑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的2个目标，一个是206，一个是194。我们可以继续延伸去说，如果194被跌破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的上沿。实际上，它也是2023年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52这个位置。我们加一条水平线，我们把它加回来。对。好，其实我们从目前的这个 K 线图可以看到，跌破194之后啊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一定是要瓦解这一波上涨，那它的目标当然就是152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一个分析说明。那我们再来给出对于1月17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我们要关注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它的实体部分的中线，实际上也是最高和最低之间的一个中线，在217.5。之前我们给的是前一个交易日这个叫做止跌的信号 K 线最低。那我们会看到目前的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没有跌破它，同时也没有站上它的最高，也就是没有确认止跌，但是继续生成了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呢，股价日后的走向呢仍然是不明确的，那么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这个实体的中线是在217.5附近，
好，那在盘中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？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当日的这根 K 线是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，但是唯一的不足啊是成交量缩。虽然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成交量缩啊，但是从成交量来说，相对于之前交易日也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成交量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给出一个不确定性啊，较前一交易日量缩，那么日后这根 K 线一定要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攻，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那才能够确认，股价会变盘向上，否则呢，股价仍然会在反弹的过程当中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这根实体部分的中线，在它的上方运行，股价才有可能收高，也就是站上223。如果在这个中线的下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这根变盘的信号 K 线啊，虽然在盘中是出现了一个反弹，而且多空双方啊在当日是出现了一个拉锯，我们会看到上影线和下影线都很长，实体部分也很长，那说明股价在盘中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。那依然不足，就是成交量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所以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我们指的是在技术上来说，对，那么这是我们对多头来说，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场呢？我们说要等待股价站上223之后啊，我们才可以根据情况去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。实际上如果这根 K 线啊，如果出现了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增，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，在技术上是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的描述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我们认为，股价在开盘之后啊，空头要守的位置是223到225，225呢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也就是股价在盘中如果到达这个位置呢，或者在到达它之前，一直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，那空头的目标就是212和下方的206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月17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23一直到224之间，我们把它和上面这个目标合并在一起，就是223到225，它也包括前高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它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，因为它是重要的标志。好，那第二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这个很小的缺口，在231附近，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也在这个位置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41，是第二个目标。那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也在它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12，第二个支撑就是206，第三个支撑是19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说明呢，我们给出1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
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或者说是叫下行。对，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22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1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2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8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25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20附近，也就是继续出现小幅的横盘向上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横盘向上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月17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